欢迎来到 Star News HT 频道，请订阅并分享，以便及时了解当今著名明星的最新消息。宋祖儿自唐演皇后，童星转型的最后一战。近日，一则关于古装权谋剧《四唐》主演阵容的爆料在网络掀起不小波澜。据传，该剧将由张凌赫搭档宋祖儿领衔主演。消息一出，网友讨论迅速聚焦于一个熟悉而又颇具话题性的名字——宋祖儿。这位因等比例长大而被戏称少年英雄小哪吒的童星，如今再次因一部重量级古装项目站在风口浪尖。从童星时期家喻户晓的国民度，到成年后面对的资源选择与转型困惑，宋祖儿的发展路径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下娱乐圈童星群体普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风云变幻的行业生态中，童星的长红或沉寂背后，究竟遵循着怎样的资源分配与市场逻辑？提起宋祖儿，观众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可能是《宝莲灯前传》中那个倔强灵动的少年哪吒。童星时期积累的国民度，让他拥有了等比例长大的美誉。但这份光环在成年后却成为一把双刃剑。回顾其童星时期的演艺轨迹，从幸运兔精灵到魔幻手机的客串，宋祖早期在观众心中建立起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这种印象随着时间推移，形成了强烈的国民妹妹标签。进入成年阶段后，宋祖儿的作品选择呈现出多元试探的态势。2021年的《乔家的儿女》中，她饰演的乔四美虽仍带有青春色彩，却因贴合年代背景和角色设定，收获了不少正面评价。这部剧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她向主流正剧靠拢的一次尝试，希望借助扎实的剧本和厚重的题材来巩固演员身份，而非仅仅停留在童星的标签上。随后的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则是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赛道。这部与黄子韬搭档的都市奇幻爱情剧，让宋祖回归到熟悉的偶像剧领域。剧中，他饰演的钱维经历了从28岁职场受挫到重返18岁的奇幻穿越，角色跨度不小。然而这部剧播出后口碑呈现分化态势，有观众认为其保持了演技水准，但也有人认为剧情设定本身存在不接地气的问题，难以支撑起深层次的表演突破。宋祖曾在综艺节目《毛血旺》中坦言，他很介意别人提到他童星出道的身份，因为他正在努力改变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不想只被记住哪吒这一个角色。而《舌尖上的心跳》作为一部早年拍摄后被压2年才得以上线的作品，从服化到剧情都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步伐。尽管大叔配萝莉的设定仍有一定的受众基础，但整体反响平平，未能成为其转型之路上的关键节点。从商业价值来看，宋祖一度持有超过26项品牌代言，涵盖阿玛尼、雅诗兰黛、Fendi、Adidas 等多个国际知名品牌，显示其市场号召力。然而2023年卷入的税务风波对这些商业合作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尽管相关争议已澄清，但舆论影响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也提醒着每位艺人都需格外重视公众形象管理。目前来看，宋祖儿在娱乐圈的卡位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她拥有童星积累的国民认知度。成年后的作品选择也展现出了在不同赛道布局的意图，但尚未有一部作品能真正帮助他完成从少女专业户到实力演员的彻底转型。他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如何突破观众对他固有形象的认知，如何选择真正能展现演技深度和可塑性的剧本，以及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持续的上升势头。在这场转型攻坚战中，四唐项目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部由柠檬影视出品的古装权谋剧，改编自作家婺源的同名小说，
计划拍摄38集，讲述了围绕刺堂案展开的双向复仇故事。从项目基本面看，刺堂具备一定的先天优势。原著小说拥有忠实的读者基础，故事核心刺堂案设定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剧情围绕皇太子宋灵遇刺身亡后，其青梅竹马苏洛威为调查真相嫁与太子之弟宋兰，却发现对方正是幕后主使，而后联手易容归来的太子展开复仇。这种克己复礼之人窥见黑暗的疯狂，天之骄子在巫途中的坚守的人物成长轨迹，为演员提供了丰富的表演空间。出品方柠檬影视在古装题材领域有着丰富的制作经验，这也为项目质量提供了一定保障。选角匹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根据网传信息，张凌赫将饰演男主宋灵叶廷彦，而宋走或将出演女主苏洛薇。苏洛薇这一角色需要从天真贵女蜕变为杀伐果断的皇后，人物弧光完整且极具挑战性。部分网友认为宋走与张凌赫搭档是两张权威的脸，两人古装扮相兼具精致感与气场，有望成为古装颜值天花板。支持者指出，苏洛薇从温婉贵女到复仇皇后的蜕变轨迹，与宋走近年尝试的复杂角色存在共通性。若成功诠释权谋戏码，将彻底摆脱少女专业户标签，实现演技进阶。然而，反对声音同样不容忽视。有网友质疑宋走儿的少女感能否支撑起苏洛薇的阴鸷权谋内核。皇后角色需要兼具隐忍的城府与杀伐决断的压迫感，而宋走既往角色多为青春叛逆型，缺乏类似气场的证明。部分观众更倾向国泰民安脸型演员或冷感更强的花旦来诠释这一角色。更现实的阻碍在于档期冲突。据网友考证，宋走目前正拍摄《司宫令》，预计7月杀青，而刺堂网传4月开机，时间线存在明显矛盾。张凌赫主演的《归鸾》也尚未收官，两人的档期均存疑。约 39.9% 的质疑者认为，这可能是制作方溜粉操作，刻意制造话题博取关注。原著中部分敏感情节如何过审也是潜在风险。尽管如此，刺堂对宋走个人而言仍可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能够成功驾驭这一复杂角色，不仅有助于他巩固在古装市场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能够向业界和观众展示其突破原有框架、驾驭权谋大戏的潜力。在转型攻坚的关键时期，这样一部作品可能成为他事业的重要转折点。宋走儿的个案其实折射出童星群体在当下娱乐圈面临的普遍困境与机遇。从资源分配的底层逻辑来看，童星的转型之路受到多重因素制约。经纪公司的战略角色至关重要，优秀团队能够为童星规划清晰的成长路径，在关键节点抢夺优质项目资源，同时妥善处理舆论危机。资料显示，宋走曾签约喜天影视，但该公司的艺人管理能力曾引发争议。而像吴磊、张子枫等相对顺利转型的童星，背后往往有着更为专业和稳健的经纪团队支持。市场需求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童星的转型方向。早期市场对童星的偏好多集中于乖巧可爱、灵气逼人等特质，但随着观众审美趋于成熟，对演员的要求逐渐转向个性鲜明、实力过硬。这种变迁意味着童星必须在成年后找到新的市场定位，否则很容易陷入转型困境。资本与平台的偏好同样关键。投资方和视频平台在选择演员时，会对童星背景进行复杂的权衡。一方面，童星自带的国民度和观众缘可能带来较低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过度固化的形象也可能成为创新突破的阻碍。如何在情怀价值和新鲜感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决策者需要考量的问题。
观察童星转型的常见路径，大致可归纳为几种模式：一是通过考学深造夯实专业基础，如多位童星选择进入专业艺术院校系统学习；二是主攻主流正剧实现转型，希望借助高品质作品扭转公众认知；三是坚守特定类型成为标签演员，在细分领域建立优势；四是尝试多元化探索，在不同赛道寻找突破。以吴磊为例，他凭借《琅琊榜》中的小飞流一脚成功，从童星过渡到青年演员。后续又在《长歌行》《星汉灿烂》等作品中展现了成长与突破，逐渐摆脱了童星标签，被认为是小鲜肉里的老戏骨。张子枫则通过《唐人街探案》中的惊艳表现和后续多部高质量作品，建立了实力派青年演员的认知。关晓彤则在都市剧赛道表现亮眼，从国民闺女逐渐成长为具有市场号召力的青年演员。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往往包括作品选择的精准性能否在合适的时机遇到合适的角色，演技突破的可见度观众能否明显感知到进步，公众形象管理的有效性，如何平衡个人生活与事业发展，以及应对成长阵痛的心态，能否承受转型期可能面临的质疑和压力。行业最新风向也在不断变化，随着观众审美日趋成熟，对演员的要求不再局限于颜值和流量，更看重演技实力和作品质量。古装剧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对演员的演技和角色驾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新生代演员的不断涌现，使得市场竞争格局更加复杂，给现有童星的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回归个体与展望未来，童星的红与不红从来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个人资质、团队策略、市场机遇复杂博弈的结果。送走与祠堂的案例，正是观察这场博弈的一个生动切面。从宝莲灯前传的小哪吒到如今可能饰演复仇皇后的苏洛薇，她走过的每一步都反映了童星转型路上的普遍困境与可能突破。资源或许能铺平起跑线，但漫长的演艺马拉松终究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跑下去。童星的成长被置于显微镜下，任何变化，无论是外貌、戏路还是私人生活，都会被放大和评判。这种关注既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成为枷锁。你期待宋走在祠堂中的表现吗？你认为他此次能否把握住关键机遇，实现口碑与事业的新突破？